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2013年3月8日，安徽某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申子涵突然收到老师郭春牛的信息，但是申子涵看也不看，直接关掉手机，准备像往常一样到校外去逛街。此时的申子涵并不知道，一双如毒蛇般冷血的眼睛已经盯上了他。刚来到校门口，申子涵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但正在使用手机打车的他并没有在意。可突然，申子涵感到有人拍了拍自己的肩膀，回头一看，一张被愤怒扭曲的脸庞近在咫尺。郭老师！没等申子涵喊出声，一柄利刃就劈向他的脖子，霎时间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将申子涵的衣衫尽数染红。申子涵破损的喉咙中传出几个模糊的音节，难以置信与恐惧构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表情。凶手正是刚才给申子涵发信息的郭春牛郭老师，可他似乎还是不解气，又对着申子涵连捅数刀，周围一片混乱。学生们怎么都不会想到，那个和蔼的郭老师居然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种事。人来人往的校门口很快变得鸦雀无声，只剩下郭春牛机械地挥舞着手臂，不断往申子涵身上捅下一刀又一刀。很快，警方接到报案，立刻赶到了犯罪地点，将郭春牛制服，并送申子涵去抢救。可在郭春牛惨无人道的行凶下，连中48刀的申子涵最终抢救无效死亡。警方逮捕了郭春牛后，立刻对两人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调查，但调查结果却让众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郭春牛，男，34岁，职业大学老师，与妻子结婚8年，夫妻感情和睦。在学校中，同学们对郭春牛的评价也很高，因为他讲课风趣幽默，富有学识。但对于他的同事们来说，郭春牛却有些难以相处，很多同事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多年。总之，在外人眼中，郭春牛事业有成，夫妻感情和睦，俨然就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。再看受害者申子涵，女，19岁，家境优渥，长相姣好，是一名普通的大二学生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一位大学教授对一位普通学生痛下杀手，还泄愤一般，足足捅了48刀？一切还要从12年的秋天说起。2012年9月，升入大二的申子涵成为了郭春牛的学生。借由授课的缘故，郭春牛添加了申子涵的微信。在日常的交流中，郭春牛萌生了追求申子涵的念头。于是，郭春牛背着妻子与申子涵聊得火热，对申子涵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物质上的追求。申子涵并不知道郭春牛已经有了家室。面对温文尔雅、出手阔绰的郭春牛的追求，最终于2012年11月正式确定了关系。但是纸包不住火，通过询问申子涵的父母以及室友，警察得知仅仅过了1个月左右，申子涵就发现郭春牛已婚的事实，并向郭春牛提出分手，而郭春牛最终也同意了和平分手的请求。故事发展到这里，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郭春牛的作案动机。然而仅仅过去了3个月，郭春牛就在校门口残忍杀害了申子涵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昏暗的审讯室中，负责本案的王警官眉毛拧成了麻花。这3个月中一定发生了一些事，而且对郭春牛影响深远，最终才酿成了一桩惨祸。可究竟是什么呢？
可审讯已经进行了1个小时，任凭王警官如何询问，郭春牛都呆呆地坐在原地，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变化。眼看案件进入了僵局，王警官灵机一动，想到了办法。无论郭春牛的作案动机是什么，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，那就是郭春牛必然对申子涵怀有极大的仇恨，这股仇恨无法消解，最终化作冰冷的利刃，刺入了申子涵的脖颈中。如果用申子涵来刺激郭春牛，说不定能得到一些信息。郭春牛，明明是你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在先，欺骗申子涵，一个前途光明的花季少女就这么被你杀害了，你难道就没有良知吗？王警官站起来，指着郭春牛的鼻子骂道，唾沫几乎溅到郭春牛的脸上。郭春牛无神的双眼猛然看向王警官，被手铐束缚的双手狂乱地拍击桌子，同时喉咙里发出骇人的怪叫。我没有良知，难道他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我也是受害者呀！王警官眼看有效，继续吼道，一派胡言，你倒是说说，申子涵有什么错？郭春牛喘着粗气，断断续续道，查他的手机，查了，你们就知道了。王警官立刻喊来技术部的工作人员，破解了申子涵手机的密码，开始查看申子涵聊天记录。没翻几下，王警官就诧异地瞪大了眼睛。郭春牛见他这副模样，冷笑道，现在你该清楚了，那个学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毁了我家庭，他毁了我的一切。昏暗的审讯室中，王警官脸色阴沉，在数位警员的合作调查下，申子涵与郭春牛两人分开的3个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2012年12月，申子涵与郭春牛分手，但两人的分手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实际上却另有玄机。在外人看来，申子涵在得知郭春牛已婚的事实后，便提出与他分手，但实际上，申子涵早就知道郭春牛有家室，但由于自己花钱大手大脚，郭春牛又出手阔绰，申子涵便假装接受郭春牛的追求，实际上却只是把郭春牛当成一个人肉钱包而已。而郭春牛对此却并不知情，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，不厌其烦地满足申子涵的要求，享受着虚幻的幸福。两人就这么当了一段时间的表面情侣。大约过了2星期左右，申子涵喜欢上了一位长相帅气的男同学，两人情投意合，情感迅速升温。就像郭春牛没能掩盖自己已婚的事实一般，申子涵也没能掩盖自己的出轨。郭春牛发现申子涵另寻新欢后，十分气愤地质问申子涵，却被对方一句，你一个婚内出轨的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，说得哑口无言。如果事情就此结束，这段建立在隐瞒与欺骗上的师生恋绝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。可偏偏郭春牛不死心，继续纠缠申子涵，拿学分和成绩威胁申子涵。1次2次，申子涵还能耐下性子跟郭春牛辩解，但次数一多，申子涵忍无可忍，说知道郭春牛跟妻子离婚，自己就同意不和他分手。申子涵本以为郭春牛只是贪图一时的新鲜，怎么都不会放弃跟自己结婚多年的妻子，却不想鬼迷心窍的郭春牛居然真的同意了。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，郭春牛不断与妻子挑起矛盾。10年来相敬如宾的两人，在一次次故意的争吵中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最后一次争吵，郭春牛的妻子被气得心脏病发作，在医院的病床上签下了郭春牛递过来的离婚协议书。
带着2人的女儿与郭春牛离婚。在审讯室的昏暗灯光下，王警官面对着郭春牛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愤怒。他无法理解，一个看似成功的大学老师，为何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？郭春牛的眼神空洞，仿佛失去了灵魂。但每当提及申子涵，他的情绪就会变得异常激动。王警官决定深入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真相。他首先访问了郭春牛的前妻，一个温婉而憔悴的女人。他讲述了与郭春牛的过往，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，再到郭春牛渐渐变得冷漠和疏离。他提到，郭春牛在离婚前的几个月里，行为举止异常，似乎被某种强烈的情绪所驱使。接着，王警官又找到了申子涵的那位帅气男同学。这位年轻人显得十分懊悔，他承认自己确实与申子涵有过一段情感纠葛，但他坚称自己并不知道申子涵与郭春牛的关系，更不知道这会导致如此悲剧的发生。王警官在调查中发现，郭春牛在离婚后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，他开始频繁的酗酒，甚至在课堂上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同事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异常，但由于郭春牛一贯的孤僻，没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。在郭春牛的家中，王警官找到了一些日记和信件，记录了郭春牛对申子涵的迷恋以及对婚姻的失望。他在文字中表达了对申子涵的深深依恋，以及对妻子的愧疚和自责。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，最终却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。王警官还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，在郭春牛的电脑里有一封未完成的遗书。遗书中，郭春牛表达了对生活的绝望和对申子涵的爱恋。他写道，他愿意为了申子涵放弃一切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这封遗书虽然没有寄出，但却透露出郭春牛在行凶前的心理状态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王警官逐渐拼凑出了这起案件的全貌。郭春牛在感情和婚姻的双重打击下，精神崩溃，最终走上了极端。他对申子涵的爱恋变成了一种病态的占有欲，而申子涵的拒绝则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法庭上，郭春牛的辩护律师提出了郭春牛精神状况的证据，希望能够从轻发落。然而，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和对社会的影响，法庭最终判决郭春牛有罪。在狱中，郭春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在狱中写下了一封长长的悔过书，向申子涵的家人和社会公众表达了他的深深歉意。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无法原谅的，他愿意用自己的余生来赎罪。这起案件震动了整个社会，引发了人们对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深刻反思。大学校园里，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机制得到了加强，希望能预防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。而对于申子涵的家人来说，虽然无法挽回失去的亲人，但他们希望通过这起案件，能够让更多人警醒，珍惜生命，善待他人。申子涵的笑容将永远留在那些爱他的人的记忆中。这就是那3个月中发生在郭春牛身上的全部事情。与妻子分手后，郭春牛兴致勃勃地找到申子涵，在对方震惊的眼神中又一次被拒绝。现在你们该知道了，他一次次地欺骗我，最终毁了我的家庭，魏难道不是受害者吗？看着面容扭曲的郭春牛，王警官叹了口气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最终，在申子涵家人的起诉下，郭春牛被判死刑。在行刑前，他含泪与母亲告别，因为家庭
被破坏走上犯罪道路的郭春牛，在毁灭了一个家庭的未来后，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终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